蓝启仁的声音再度传来，魏无羡逃得更起劲儿了。好在他的卧房与蓝忘机相距不远，他便这么在蓝启仁老先生的眼皮子底下钻进卧房，将门一关，再细细锁好，玄铁打造的锁链撞击在木质的门上，发出一阵阵沉闷的顿响，一下下地如同敲着蓝启仁的脑壳。虽说顺利逃过了蓝启仁的唠叨与责问，可房他没能进去，床他也没能爬上。魏无羡急得在屋子里转了好几个圈儿，时不时地抬头往自己脑袋上空看一眼，生怕蓝忘机就这么掉下来，再度将他砸个半身不遂。能否掉下来不砸人？想着前几日的经历，魏无羡摇摇头，想来是不能的。这降落时间不定，唯一确定的只是他为某人存在于床达上之时，其他一概不知。他本想着手研究，可这几日他与蓝忘机睡惯了，想想若将解决之策想出，往后便再也没有机会与蓝忘机睡在一处了，心中便觉可惜，太可惜了。这整个仙门百家，除却他，还有谁能与蓝忘机睡？不把握机会多睡一睡，可能是脑子坏掉了。再加上白日又沉迷于待人闲逛，便将此事一拖再拖，拖到如今这等尴尬的局面。无法，只得想方设法在自己上方阻止蓝忘机。敲定注意，魏无羡便开始行动，将整间屋子翻了个底儿掉，也没能找出些有用的东西。他挠挠头，趴在门上听听动静，想出去寻些绳子之类的物件儿。一开门，却瞧见蓝启仁一张黑脸。魏无羡，蓝启仁。魏无羡啪的一声将门关上，再度锁好。门外蓝启仁喊道：“魏婴，给我开门！”魏无羡冲回床达上，将被子蒙头一罩，睡了。有事明日再议。蓝启仁，你给我出来！魏无羡仰头感叹：今夜无眠啊。而门外的蓝启仁显然也并没有多少耐心，见这人不出来，便甩袖走人，寻当时窗子里面的另一当事人蓝忘机答疑解惑去了。待到外面声音减弱，直至虚无，魏无羡才猛地蹦起，立在床上，仔细地观察自己床榻上方的幔帐，开始思考利用它们的可能性。事故便是在此时发生的。彼时他正盯着幔帐出神，空无一物的上方蓝忘机那张平静的脸却再度出现。魏无羡，蓝忘机。当一声听起来极为痛苦的嚎叫划破夜空之时，金陵台上几乎所有的修士都迅速召见出窍，一个个的无论事发之时做着什么美梦，统统被叫醒，晕乎乎的辨明了方向，便向声音来源之处奔去。修行之人五感灵敏，轻微的响声便能惊醒。蓝启仁方才那一嗓子比之魏无羡可谓是小巫见大巫，原因无他，实是此次掉下非同小可。他为某人并非躺着的，而是立着的，距离更近了些，惊吓更甚了些，因此也更不好躲，被蓝忘机结结实实地撞了个满怀，俩人双双滚落在床榻之上。而蓝启仁则一手将在他那撮山羊胡之上，端坐于蓝忘机卧房之中，望着对面空无一人的坐榻，再回想隔壁魏无羡那一声嚎叫，许久都未能回过神来。外面动静愈大，出窍的神智也渐渐回笼。蓝启仁起身踱到屋外，只见几乎整座金陵台的修士都聚在魏无羡房前，黑压压乌拉拉地一大片，正挤着那狭小的门往里冲。众修士循着哀嚎聚在一处，发现那处好巧不巧，正是射日之争的大功臣，鬼道的开山祖师云梦魏公子魏无羡的卧房之前，正犹豫着要不要往里面冲，眼前突现一道金色的身影，与在场众人的各色礼仪不同，他一身校服端端正正地穿在身上，微笑道：“此处乃是魏公子卧房。魏公子神通广大，修为高深莫测，想来不是什么大事，他一人应当应付得来，只是被砸了而已。”话说到一半，里面传来他口中神通广大、修为高深莫测的魏公子的吭吭唧唧的呻答吟。金光瑶，众修士将宗主闻声而来，愈发觉得此情此景有些熟悉，想着前几日自己所见之景，惊悚一番，正要上前去拦，然耐心早已磨没了的修士们已嚷嚷着捉拿凶手，保护魏公子和方小小，竟敢在金陵台动手伤人等等冲了进去，如同阶梯一般，一波一波的陆续闯入屋内的修士仿佛见到了什么不得了的奇景，纷纷噤了声。蓝启仁也是好奇，方才自己也没能见到魏无羡，因此也随着众人进了那门，
摇摇头，往床榻之上看去，蓝启仁、魏无羡立于床榻之上，方想设计些机关，将不知何时会突然掉下来的蓝忘机缠住，就在眼前，近在咫尺，对上了一双浅淡平静的眼眸。然而，那双眼眸中的平静在对上他以后瞬间凝固，魏无羡心中还未来得及感叹这玩意儿挑时候的功夫见长，便被蓝忘机当头砸中了。还好还好，未砸到腰，两人滚作一团，因为无限在下，脑袋也结结实实地撞了那么一下，恍惚间还能庆幸此次并非自己那多灾多难的老妖挨砸，可谓不幸中的万幸，换些地方砸还身上疼的也匀称一些。